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We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a 90-day pause and substantially moved down the tariff levels. Both sides on the reciprocal tariffs will move their tariffs down 115%.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今天上午瑞士时间9点，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当地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这场新闻发布会披露的是5月10号和5月11号这2天中美商贸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所形成共识的一些关键细节，所以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啊。大家听了吗？最终的结果呢是中美双方各自降低115%的关税。那么中国对美国呢商品呢征收10%，美国呢因为有20%的一个芬太尼的基本关税，所以对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呢征收30%的关税。那么双方这个期限呢一共是90天，在这90天之内双方要进一步的谈判形成一个最终的一个共识啊。看到这个结果了，我个人觉得这川普这过去的1个多月的时间里头一顿操作猛如虎，给人感觉一切又回到了原点。真是有的时候这世界上的事情看起来真像是一个笑话要说起中国和美国的这一次谈判这话就有点长了今年4月2号，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向全世界发起了贸易战说所有国家输往美国的商品关税都是增加。最低呢是10%，最高是50%像中国就是34%，引起了国际媒体一番腥风血雨那紧随其后美国就跟各个国家谈判很多国家就认怂了，但是中国在4月3号这一天就发起了对等报复，不但没有认怂，就宣布很多中国的稀土不卖给美国了，同时所有美国的商品到中国去也要加征34%。那川普当时一看就急了，中国没有认怂马上就说你要是再加34%，你不服，我再给你加50%，加到84%。中方紧接着又加了50%，双方你来我往最终就把中国输往美国的商品的这个关税加到了145%，而美国输往中国的商品呢加到了125%。那这一关税水平已经导致中美双方进入到了一种阻断式的这种状态。没法做了这生意但在过去的1个月的时间里美国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税谈判也不太顺利。你比如说日本跟美国那是铁杆的关系盟友但是日本的首相就说了，关于关税问题，日本不会因为这个汽车的关税问题牺牲国内的农产品市场。言下之意就是日本不会轻言放弃，暂时达不成协议他们也不着急。那韩国也没谈成包括那个新加坡也没谈成像加拿大甚至说了，他说美国如果跟我们谈不成，我们也要报复你，你不要觉得你老报复我们现在还不是你们的第51个省呢。那欧盟甚至已经列出来了一个报复的清单，如果跟美国要谈不成的话马上对美国也要加征惩罚性关税。那谈来谈去这1个月的时间里就谈成了一个英国。前2天美国总统川普不就说了吗？有重大消息发布，就是跟英国达成了关税的协定，就是英国呢是10%到美国去。那英国跟美国实际上美国还是有贸易顺差的结果也吃了一个1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到底如何收场都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就在这种情况下，5月7号的时候，中国突然宣布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要带队访问欧洲，访问法国，访问瑞士，与此同时要跟美国的商贸代表在瑞士进行谈判。这个消息一公布当时立刻就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你想想川普当时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你来我往的时候，他天天说，他说其实也不需要那么高，只要习近平给他打一个电话就可以降下来，你就打电话。中国就说没门，我们不会给你打。后来川普又说打吧，结果就一直没等来这个电话。再后来他就说中方给我们打电话了，已经给我们打电话。人家问谁给你打的，什么时候打的，他含含糊糊，他说我们不能跟你这么说。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关于谁跟谁先接触这个问题已经搅成了一锅粥。但是现在中方也没有承认跟美国打电话而且中方还说了应美国多次多途径跟中国的要求要跟美方进行谈判。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吗？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就几乎在同一时间，贝森特也接受媒体采访了。他说啊，他了解是中国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要到欧洲去访问，于是啊，他就偶然决定，跟中国在瑞士这些地方进行谈判。偶遇，你瞧到了吗？中美这两个大国啊，在这个不远万里的瑞士的大山里啊偶遇，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这个大国外交啊，有的时候啊也跟儿戏似的，这个面子和里子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好说。那么关于中美这两个国家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能够坐在谈判桌上呢？这瑞士的外交部最近呢已经发了一篇文章来证实了，是瑞士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了一场穿梭外交的访问。4月8号这一天中美外交战争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瑞士的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就突然去美国进行访问，而且这次访问呢是没有在事先的外交日程上。按道理来讲，一个国家部长到另外一个国家访问，提前好久进行规划的，但瑞士的这两个部长临时访问美国，是非常非常突然的一个临时性的行程。事后我们肯定知道，瑞士是到美国去跟美国劝说，跟中国不要打贸易战，还是坐下来谈。4月24号这一天，瑞士的外交部长原本呢他是22号去访问日本，结果24号这一天呢，突然从日本就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跟他进行了会谈。4月25号这一天瑞士的外交部长在自己的大使馆里还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La Chine est un partenaire commercial, scientifique, diplomatique, non seulement important, mais très important pour la Suisse. Les trois premiers partenaires de la Suisse sont l'Union européenne, c'est la géographie, les États-Unis, troisième poste, la Chine. On ne peut pas juste biffer un. Donc on a besoin de l'Europe, de l'Union européenne, on a besoin des États-Unis, on a besoin de la Chine, et on veut avoir avec vous l'échange qui est nécessaire. Une guerre commerciale sur les tarifs douaniers n'amène aucun bénéfice, même pas aux États-Unis, selon tous les experts qui s'expriment aujourd'hui. Donc voilà, nous espérons que c'était une manière un peu forte pour engager des discussions et que nous allons discuter. 他的这次访问呢，也是一个临时的行程，并没有在事先的外交行程上。所以呢，事后证明，就是瑞士的这3个部长在中美之间完成了穿梭外交，劝中美双方能够坐下来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4月16号，中国的商务部任命李成钢作为中国的商务谈判代表。这个商务谈判代表是正部长级。这李成钢的身份有点背景，大家听我介绍一下。他呢是原先是商务部的助理，后来做到副部长，但他同时是中国驻 WTO 的特命全权大使，同时呢也是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副代表。所以你可以看到吗？李成钢在过去的这几年，从2021年以后一直在瑞士这个地方活动。所以我大胆的猜测，在整个中国这次跟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瑞士穿梭外交的背后李成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中美刚刚打起来的时候，李成钢可能就找到了瑞士的外交部，就跟他说，能不能让瑞士的外交部能够在中美之间发挥作用。于是4月8号，瑞士的2位部长去访问美国，跟美国访问之后呢，就牵起了线嘛。所以4月24号，瑞士的外交部长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双方一定在瑞士的这个穿梭外交之下在私底下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所以才有了5月7号中方宣布何立峰访问瑞士，美方呢也在瑞士跟中方进行谈判这样一个背景。这就是中国和美国这次商贸谈判的前期背景那么这个5月7号中方宣布了这个信息之后中美双方应该说对这次谈判都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这样一种氛围的烘托。你就比如说美方嘛，首先贝森特就说了纳瓦多不参加这次谈判。纳瓦多我们原先做过节目，大家都知道那他是主张对中国是要非常强硬的，不能降关税的所以纳瓦多出局了。另外当时记者问这个贝森特说，到底是谁给谁打电话呀？美国不是说要等中方的电话吗？这贝森特也说没有第一个电话。
啊，这等于也都承认了啊。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美国总统川普啊，当时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看啊，这个谈判非常重要啊，这个145%这个谈判啊，这个太高了，这个关税啊，我看降到80%比较合适。那不是也主动把调门降低了吗？也没有说要把中国的关税拉高到200%、300啊。不说中国你要不服的话，我继续给你加，没有。所以你看美方所投射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是非常积极的，跟一开始那个拉高调门不一样了。而中方这一方面呢，实际上对这一次的谈判也是期待非常高，也营造了非常好的氛围。你就比如说，此前中方一直在跟美国说，历史已经证明，妥协退让难求网开一面，卑躬屈膝终止步步紧逼。中国不跪，中国就是不跪，中国打我们奉陪，谈我们敞开大门，我们中国不怕事儿也不挑事儿，但是我们怎么样，全是这种非常强硬的态度啊。但是到了日内瓦之后，中方就跟所有的记者讲，不许再炒作这次谈判过程中间到底是谁先跟谁接触的，因为你炒作谁先跟谁接触啊，那这不就是说在刺激美国吗？对吧？所以中方又要求所有的中方记者不得再报道关于谁先谁找谁接触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过去了，已经成为过去式了，现在已经开始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一次啊选择的这个谈判地点是瑞士驻日内瓦办事处的官邸。这个官邸啊是在一个湖边的别墅，非常僻静的一个地方。双方并没有选择一个大的这个酒店，可见双方实际上是非常低调的，非常非常低调。这里头我给你讲另外一个细节啊，就是当时谈判的第一天的时候，中方带了有自己的这种摄影记者，而美方没有带。那么美方没有带，中方不是拍了吗？拍了双方进入会场啊什么之类的。美方当时就跟中国提出来，他说我们没有带视频记者，你们带了视频的记者，那不行，你们不能用这个视频的画面，只能用照片。中方当时对美方就非常配合，中国记者拍摄的第一天的会谈里面的画面，中方一点都没有用。按道理还是拍了里头当时会谈的场景啊，所以通通都没有用。但我听说啊，这中央电视台好像那个信息传到他们自己国内以后啊，新闻中心都没有用，但是好像是这个俄罗斯频道搞砸了，他们不知道，就用了一点那个第一天谈判的内容啊。但是估计啊，这俄罗斯频道啊也没有什么影响力，美方也没发现，所以当时啊，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还挺紧张，说是俄罗斯频道不知道，要是让贝森特看到了以后，还觉得中方违反了承诺呢啊。结果到第二天的时候，美方也带了一个视频的记者到会场进行拍摄了啊，所以双方就对等了。但是你可以看，现在整体来讲，所有的关于谈判过程中间的视频的内容都没有。我说这是中方，你看竭力是配合美国的方面啊。第三个方面，你可以看中方配合美国啊，就是重要的信息发布是优先给予了美方，而中方呢给予了配合。你比如说5月11号这一天，谈判完了之后，贝森特走出了会场啊，第一时间面对记者就开始讲了，讲了2分钟。Progres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these very important trade talks. 讲了2分钟，说什么呢？说双方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个重大进展达成了重要共识。这个重要的共识体现了双方的共同利益，然后呢，还称赞对方的这个谈判代表非常勤勉。And again, to the Chinese negotiators, Vice Premier Liu He, Vice Minister Li Qiangong, and Vice Minister Liao Min worked very diligently, and these are very tough negotiators. A couple of them I know from before and have had past interactions with them. And this was, as the Secretary pointed out, a very constructive 2 days.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quickly we were able to come to agreement, which reflects that perhaps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o large as maybe. 非常高效，2天的时间就达成了。这个中方还没有发布信息啊，贝森特出了会场就开始讲这个呀，那是特别重要的第一时间。紧接着当天晚上，中方的牵头人何立峰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啊，这个记者会啊信息量挺大的，我给大家解读一下啊。何立峰的这个记者会里头讲到了啊，他说美方跟中方的这个谈判内容啊，基本上已经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哪3点呢？第一点，就确定了一个双方的谈判的机制，也就是未来中美双方就这个问题啊，要组成一个谈判机制，确定了双方的牵头人。这牵头人呢，中方是何立峰，
美方呢是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第三个方面，就中美双方各自关心的经贸领域的问题，双方在后续谈判过程中间，进行尽快的磋商。谈判地点呢，双方来尽快的确定。这是何立峰谈判过程中确定的双方达成的共识的内容。而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这一次的谈判，就是这一次的新闻发布会，无论是何立峰还是包括中国首席谈判代表李成钢在新闻发布会上那个内容就是表情都非常轻松，可以说是满面春风。我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一次中美双方达成的共识是远远超出中方此前去瑞士谈判的时候的预期，也就是说，中国认为中国已经赚到了超出自己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成果。而在这个谈判的会场中间双方的谈判代表那个氛围更是融洽。而且你可以看到那场新闻发布会一共就3个记者提问，第一个是新华社的，第二个是中央电视台的，这2个肯定是事先安排好的提的问题都很有深意。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天晚上白宫就发了一个声明，说中美双方达成的一个重要的共识有助于解决美国的1.2万亿的贸易逆差。李成钢就回答了，说这个我们中国追求的是双赢，一定也符合中方的利益。双赢你可以看到了吗？那其实也是体现了中方的态度嘛第二个，让央视的记者问了一个，说氛围如何呀？氛围如何？那氛围李成钢也说了，那氛围非常好是吧？非常高效非常专业。然后呢，这谈判的过程中很尊重3点，这一直在称赞对方，你看到了吗？就中美这2个国家在过去的谈判过程中互相称赞对方的行为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我从这个一个比较核心的信息了解到这2天的谈判过程中，中美的谈判代表在这个官邸里面谈着谈着就从屋里头出来了，在那大草坪里头来回溜达。也就是说，双方谈判不是光坐在桌子上谈判，就谈判的过程中就走在草坪里头，通过草坪散步的方式进行谈判。那你想想，那就说明双方的谈判过程中间的氛围是非常轻松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了吗？何立峰的这次新闻发布会他只谈了一些概括性的问题，就是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然后呢，这个框架协议过程中确定了牵头人，具体的关于一些数字性的信息通通没有发布。你就比如说中美双方关于中美关税的上限是多少没有讲。那么在我看来，中方一定是跟美方有一个承诺，就是这些关键的细节由美方去发布。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中方这一次也是非常非常迁就美国的，也是非常希望能够达成协议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今天上午9点钟，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又发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次新闻发布会就对双方的这个谈判的细节予以了一个比较充分的披露。在这个新闻发布会里头，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双方各降115%的关税。美国呢，由于有20%的芬太尼的关税，所以对中国的商品呢，大概是征收30%，而中国呢是征收10%。除此之外呢，双方宣布自从4月2号以后双方所贸易战发生之后的一系列的报复性的措施，同时都取消了。比如说，中国宣布对美国进行稀土的这种禁运，那这个措施就取消了。那美方也承诺呢，关于芬太尼的问题这次中方也派了王小红过去一起参加谈判呢，但是还没有谈出最后的结果。但是这20%的关税将会跟随着芬太尼中美双方的谈判另行处理。如果谈判达成一致解决了，这20%的关税也就取消了。所以整个中美双方的谈判结果大致就是如此那接下来我要来谈一谈对这次中美双方谈判结果我自己的看法首先第一点，这个谈判结果对于中方来说应该说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因为我在谈判的过程中有一个预期，因为我说中方很可能会针对美方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给出一个承诺。因为美方在这个过程中最在乎的是一个贸易逆差，因为中美双方去年的贸易逆差呢是2600亿，而川普呢在谈判之前就说了1.2万亿的贸易逆差嘛，所以我觉得
美方一定会要求中方就贸易平衡的问题做出某种承诺。因为上一次啊，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就要求中方做出承诺了啊，所以这一次更应该要求中方做出承诺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了吗？没有，在整个中美双方的联合声明里头，就贸易平衡问题，美方没有提出要求，或者说双方在这一点上也没有任何共识。这第一。第二，现在在90天的宽限期里头啊，中方是征收美方10%，美方征收中方10%，当然美方还有一个芬太尼的20%啊。但这是什么标准呢？这个标准相当于中国啊，享受了美国盟国的待遇。因为前几天美国不是跟英国达成了协议吗？对英国的商品输入到美国的征收10%，但英国跟美国是什么关系啊？铁杆的盟友啊。非常重要的是啊，英国跟美国之间是没有贸易逆差的，还有贸易顺差。结果美国对英国还征收了10%，那中国跟美国之间现在也互征10%，那意味着什么？不就享受了英国盟国的对待了吗？那你比较一下，那台湾是多少？台湾是34%啊，那台湾跟着美国后面也是跟得比较快的呀，也是34%。结果呢，中国还只有10%，那说明什么？那就说明美方在中国这次谈判的过程中间率先认怂了，因为一开始是34%，不服84%，后来加来加去加到145%，结果呢，一夜之间回到了4月2号之前的状态。那你这一顿操作猛如虎，不就是搞了个寂寞吗？所以在我看来，美方这一次是确确实实是认怂了，中方获得了完全超乎自己预期的这么一个成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大家都知道啊，这次啊美国的贸易战啊，一开始啊对中国是34%，结果中国不服，然后就开始对等报复，双方拉开架势啊，就互相增加关税啊。结果是中方获得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这样一个谈判的共识，那这就是要给其他国家树一个样板呢。什么样板呢？你跟美国啊，其实你不能认怂啊，你认怂没有好果子吃啊。你看看所有跟美国认怂的这些国家，现在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谈判结果了没有啊？而相反，中国拉开架势跟美国对着干，结果呢，相对来说还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就说明什么？对美国现在的川普政府来说，你单纯的认怂不会获得好结果，你跟他拉开架势对着干，相反他反而可以讲道理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分析一下美国这次啊为什么要跟中国谈判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我觉得啊，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前几天美国政府公布了1到3月份的这个经济数据啊 ，GDP 是负0.3，这个数据啊，应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衰退区。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 ，GDP 能够进入到负0.3，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只有在疫情期间最严重的时候啊，那 GDP 有过负值。但是现在，川普上台的第一个季度就交出了这么一个亮丽的成绩单，而且4月份，川普搞了贸易战，的结果，他的贸易逆差降低了吗？降低了微乎其微。所以说，它的整个政策传导性，其实啊，在我看来，并不是符合他自己的预期。相反，股市暴跌，经济形势一落千丈，这种压力反而传导给了他。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啊，实际上是中美双方共同都有需要，在双方那种斗气式的关税加码的大战过程中间要平息下来，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超乎预期的结果。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正如我此前分析的啊，就中美这两个国家现在实际上已经难以完成这种所谓的硬脱钩，就是这种阻断式的脱钩，因为这双方的贸易这样的一个数额实在是太高了。你就比如说苹果手机，苹果手机呢是美国设计的啊，但是在中国生产的。但是如果你要是对苹果手机征收145%的关税，那意味着什么？那不就意味着你就削减苹果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这种所谓的竞争力吗？那你不就意味着在帮助中国的手机企业打败苹果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个贸易战啊，它为什么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不仅仅是所谓的商品本身，你还要看到这个商品的属性。像苹果手机，其实它是美国制造啊，只不过在中国生产而已啊。你如果对美国制造、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也征收145%的关税，就相当于你美国在拿自己美国制造直接进行关税惩罚，
这不就相当于猪八戒啃猪蹄儿，自产骨肉吗？所以啊，其实美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关税这个贸易战呢，最终在很大一部分程度呢，它也在杀伤自己的竞争力。这是第3点。第4点，我想说一下啊，从全世界的范围内啊，美国和中国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价值观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他们之间的这个制度本身也存在着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在经济领域内，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了 WTO 以后啊，他们实际上已经作为共同世界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它已经很难做到硬脱钩。你可以去风险化，但是很难直接脱钩。尤其是这种通过把关税拉高到145%的方式，阻断式的这种脱钩，这个呢，对于中美双方无论是谁都没办法承受。为什么最终双方能够坐下来重新进行谈判？说白了是利益主导的，不是价值观主导的。如果按照价值观主导，可能美国根本不希望跟中国来做生意，甚至中国可能也不希望跟美国做生意啊。但是由于在共同利益的主导之下，大家可以注意到贝森特在这个发布会里头反复讲到一个共同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主导下，实际上双方坐在了一起。包括美国的那个首席谈判代表他也讲到了啊，中美双方有很大各自的不满，但是必须通过谈判把这种不满谈出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直接硬脱钩的方式，双方都无法承受。这个道理啊，我觉得是这次中美贸易战告诉全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当然了，我们当时在一开始做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就讲述了这个道理啊。我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还要再陈述一下这个道理。就整个这个贸易战打来打去，打到了今天的结果啊，最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如此。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Good morning, everyone.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We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a 90-day pause, and